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相信很多刚接触烘焙的人，面对各种各样的烘焙工具，不知道该买哪个好，担心买回来用不上，或者不好用，既浪费钱又占地方。今天就跟大家介绍我个人认为适合新手购买的10组烘焙工具。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厨房秤。烘焙不像做饭，调料可以靠感觉添加，它更像是化学实验，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只有严格按照食谱配比来操作，才不容易翻车。厨房秤称量的是食材的重量，与厨房秤相似的工具是量杯或量勺，这两个都是靠食材体积称量的。不过很多食材，比如面粉，由于每个人称量的方式不同，会造成称出的重量有所误差。我自己量了2次1量杯的面粉，就相差了6克，更不要提不同人称量的误差了，会更大。所以对于大部分食材来说，只有称重才是最稳定的称量方式。用厨房秤称量食材，还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往一个碗中依次加入食材，不需要反复清洗称量工具。量勺在称量小重量的粉类时比较方便，比如2克小苏打，如果你的厨房秤不够灵敏，可能根本称不出来，这个时候量勺就比较方便了。如果你的厨房秤够灵敏，那么没有量勺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你参考的是美式食谱，食材都是按照体积计算的，那么拥有一套量杯和量勺肯定会更加得心应手。第二个要推荐的是电动打蛋器。打发黄油和打发鸡蛋都需要电动打蛋器，相比于手动打蛋器，转速更快更省力，它的速度肯定是手打无法相比的。虽然像蛋清这种东西也可以手动打发，但是由于手动打发的速度和用力不均衡，打出来的蛋白霜没有那么细腻，也可能因为打发不足导致消泡，所以买个电动打蛋器还是很必要的，而且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。除此之外，手动打蛋器在不需要打发，仅仅是需要混合材料的时候，用起来也很方便，但是也可以从打蛋器上拆下来一根打蛋头来凑合用一用。第3种是刮刀。橡皮刮刀可以用来混合食材或者翻拌面糊，它的款式有很多种，我最喜欢的是这种全硅胶的，非常容易清洁，不会像分体式的这种容易发霉和藏污纳垢，也可以一整个丢到洗碗机里清洗，十分方便。它的刀头一面是弧形的，可以方便的刮圆形的碗底，而另一面是平的，可以很好的贴合直的侧壁。表面是平的，没有棱角，不会有面糊卡在里面导致搅拌不均匀，末端有一定的柔软度，可以很好的贴合盆壁，而中间又比较硬实，可以托起比较重的面糊，不会被压弯。第4种是烤箱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玩烘焙没有烤箱肯定是不行的。很多烤箱的替代品，比如空气炸锅，它都有各自的局限性，肯定是不能完全代替烤箱的。如果你是买独立式的烤箱，放在台面上的那种，我的建议是在金钱和空间允许的范围内买最大的。太小的烤箱受热可能不会特别均匀，放进去的蛋糕或者面包在长高之后会离发热管太近，导致烤糊。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，比如风炉或者发酵功能，这些都属于锦上添花的功能，没有也没有关系。烤箱最重要的是温度准，热量分布均匀和空间足够。与烤箱相配的，我推荐的第5种工具是烤箱温度计。它不是一个必需品，但是是非常值得拥有的，价格也挺便宜的，只有10几块人民币。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测量烤箱温度准不准，有没有预热到指定温度。很多人按照食谱制作，但是烤出来的东西不是没熟就是糊了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烤箱实际温度跟设定温度相差太多导致的。有了烤箱温度计，就可以用它来帮助你排除这些温度上的误差了。第6个是烤盘。很多烤箱里会自带烤盘，如果需要单独购买，首先是要选择适合烤箱大小能塞得进去的，其次是选择不粘的，因为基本上是用不到烤盘的粘的功能的。烤盘选择稍微有一点深度的，这样可以兜住面糊，用来烤蛋糕卷什么的。最后，烤盘不要选择黑色的，黑色非常容易吸热，会让食物底部受热过多，导致上色过深甚至糊掉。可以选择银色或者是浅金色的。第7个要推荐的是硅胶垫。虽然我们的烤盘是防粘的，但是有些食物还是容易粘在上面，硅胶垫可以很好的防粘，还可以当做临时的揉面垫在上面操作面团。相比于烘焙纸、油纸或者烘焙布，我觉得它的功能性更多，而且可以反复使用。硅胶垫要选择跟烤盘大小一致的，如果不一致，可以像我这样手工裁一下，它就一致了。第8个是6寸圆形阳极活底烤模。6寸蛋糕是我们做的最多的，就算是失败了也不会浪费过多的材料。
做戚风蛋糕需要这种没有防粘功能的铝制阳极模具，蛋糕才能扒在模具壁上爬升，活底可以很方便的脱模。如果需要防粘功能，可以在里面垫烘焙纸或者刷油。如果需要水浴法的时候，可以多包几层锡纸来防止底部进水。所以一个烤模就可以胜任很多工作。像这种固定底防粘烤盘，我只有在烤分层蛋糕的时候才会偶尔使用。第9种是筛网或滤网。筛网不仅可以用来过筛粉类，防止它们结块，也可以用来过筛面糊，滤掉里面没有搅匀的材料。它比这种杯型的面粉筛更实用一些，而且也比较好洗。筛网要选择孔洞尺寸和大小都适中的，太小的话过筛太慢了，太大的话过滤不掉一些小的面疙瘩。最后一组是裱花袋和裱花嘴。一般刚接触烘焙可能都会先从饼干做起，做曲奇这种饼干的话，肯定少不了裱花袋和裱花嘴。裱花袋尽量选择这种厚的，它不容易爆，而且因为质量好，甚至可以清洗之后反复使用。像这种薄的，挤一些稀的面糊或者糖霜什么的还行，用完可以直接扔，但是拿来挤曲奇是肯定会爆开的。裱花嘴的款式有成百上千种，我自己用到最多的一个是8齿花嘴，挤曲奇或者奶油可以有比较深的纹路，让成品的花纹更清晰。另一种是圆形花嘴，用来挤圆形的面糊很方便，口径可以选0.5厘米或者0.8厘米的，它不会因为过细导致面糊挤不出来，也不会因为过大而让面糊流得太快不好控制。以上10组是我认为最值得向新手推荐的，也是最实用的烘焙工具。当然，随着你接触烘焙时间越来越久，会有更多的需求，会购买更多的东西，有些是常用到的，有些可能买回家一次都没有碰过。所以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充分考量它的实用性，以免买回家用不到又占地方，还浪费钱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不要忘记帮他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